没有资格当中国的敌人。苏纳克寻求对华接触，会不会被晾在一边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，英国首相苏纳克计划派一名负责气候问题的部长前往北京，为中国和英国的关系缓和打开大门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英国官员还没有接到中国的邀请。英国接下来的计划是派出外交部长访问中国。看到这里，很多网友表示奇怪，英国不是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吗？为何又急着与中国恢复正常的沟通和交流，甚至想强化双边贸易合作呢？是英国作为联合国5常之一，是有着自己的大国梦想的。但是在脱欧之后，英国的外交就走上了一条只能抱美国大腿的道路。所以英国加入奥库斯联盟，派出航母来亚太刷存在感，与日本签订军队相互进驻的条约，还在香港问题上不断的干涉中国内政。过去我们就说过，英国是一个特别会玩离岸制衡的海洋文明国家，其充当搅屎棍的能力堪称一流，是其他国家比不了的。所以尽管英国在国力上明明与中国差距巨大，甚至都没资格当中国的对手，却仍然跳出来挑衅中国，无非就是要彰显自己的大国地位。英国挑衅中国的策略，从本上讲还是在作秀，主要是想利用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和日本来达成其目的。在意识形态上，英国还在利用整个西方舆论挑衅中国。我们看现在英国的表现，与当年挑衅中国的莫里森政府有点相似。所以中国会不会像当年对付澳大利亚政府一样，把苏纳克政府晾在一边，就成了一个选择题。中国与澳大利亚新政府的关系现在出现了全面缓和的趋势，这是因为澳大利亚工党上台后，通过双方的沟通，中国恢复了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、龙虾等商品，现在只差一些农产品还没有恢复。中国当前对待莫里森政府的策略是杀鸡儆猴，因为澳大利亚承担的角色是出头挑衅中国，比当时的特朗普政府还夸张。中国在反击时必须能够立威。英国当前似乎代替了澳大利亚的地位，因为在中国人看来，除了美国外，已经找不到一个像英国这样的更加反华的西方大国。不过中国这次对待英国可能与对待莫里森政府的办法还有所差别。首先，杀鸡儆猴式的外交策略不适合一直使用。许多人对中国收拾澳大利亚的外交策略非常赞赏，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西方国家经常用胁迫来污蔑中国，我们就必须进行强力反击。但有时采取防守反击策略是迫不得已。一般而言，只要达到目的，见好就收，不会成为常态。其次，英国对中国的挑衅一般都留有余地，表现得非常老辣。英国政府对付中国玩的是打嘴炮，以离岸制衡，但保持了底线。比如奥库斯联盟，英国参加了，但不是主力。英国的航母虽然经过了南海，但打了个擦边球就走了，没敢涉足敏感的海域。英国和日本虽然加强了防务合作，但没敢直言要威胁中国安全。感觉上英国人的嘴炮打得很响，但细究一下，他们似乎又啥有用的事儿都没做。最后一点，当前中国外交的主要矛盾就是与美国的战略竞争。在这一大背景下，英国与中国关系的缓和其实对我们有利。眼看着欧洲大国开始与中国恢复接触，脱欧后的英国可就着急了，这对中国是好事。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塑造对自己更有利的战略态势。到目前为止，英国仍然是可以争取的对象。未来中国可以一边同英国加强经济合作，一边利用英国国内问题制衡英国。我们应不应该把英国晾在一边？主要标准就是看美国人会不会难受。只要美国感到不舒服，那就说明我们的选择做对了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